间，大学食堂里主打拿多少吃多少的自助餐，总是满满人潮。只是美味当前，新鲜食材、便当面类没吃完，成了剩食。统统倒进厨余桶。根据统计，全台每年平均丢掉的食物将近62万吨，堆叠起来超过1万座台北101。只是你知道，学校的厨余其实很多是拿去做喂养猪的工作，那后来经过非洲猪瘟的这个农业部就限制我们的使用，后来我们就再搭上 SDGs 去做这个循环经济的概念，因为我们的台湾的厨余是有高油高盐，所以我们要设计出一个符合学校厨余处理的这个部分了。那第二个是说这个我们在混合这些微生物去分解的过程，包括有这个芽孢杆菌，然后木霉素，还有一些东西去混合啦。那混合完了之后，我们发现说，除了在厨余的处理效果之外，我们发现说，我们在应用在这个农场上的，还有土壤上的钙量，都有一些显著的效果。从限制厨余去化的当下，校园里庞大的厨余变垃圾，只能不断寻求解方，透过产学合作研发出菌种，找到去化厨余的方法。菌种长这个样子，接着将10公斤的生厨余放入我们的自肥机里，把生厨余和熟厨余加入益生菌种，一起在固态发酵机里搅拌，24小时就能将厨余化为益菌土。50公斤转换成5公斤土壤，解决校园每个月1公吨的厨余量。不仅吸引台积电等大厂来观摩，也输出到农业大国土耳其。在张颐堂的实验室里也发现，厨余制成的益菌土能解救树癌、褐根病。这一根是这棵树的根，这个是有褐根病的病灶，那在表面上它已经有褐斑。那最清楚的一点就是说，它的新材的部分都白化掉。那白化掉就是说，好像人的骨质疏松一样，所以这样一掰就断，它没有支撑力，所以这棵树很可能随时被打断。几年前开始，就是褐根病就从这一边一直扩散到这边。现在目前学校唯一的病株，目前是只有这一棵，毕竟它是土传性过来，所以它的褐根病的一些这个部分的真菌大概都在地下了，所以我们的尝试是说，现在的目前方法就是把我们开发的那个菌种就往这个里面去倒。从益菌土中，我们也筛出了一些褐根病的抗褐根病，或者说具有抗一些植物性疾病的一些这个微生物的菌株啦。原本一大片榕树的园地，过去与化肥施作土质发生改变，榕树生病最怕倒塌。移除生病榕树后，放入研究能抗褐根病的益菌土，按照比例施肥，抑制褐根病，也进一步改善土质。我们在松土，那我们打算把这个益菌土呢放进去之后呢，让它发酵之后，我们打算就撒波斯菊的种子。那以后在这边要准备造个花海。像这样利用厨余的有机肥，释放在校园各角落，从树木施肥到开心农场的使用。全校都已经撒过了啊，那实际上有耕作的，有成果出来，大概就是我们有一个那个健康农场啊，有种过菜，效果还蛮好的。那个辣椒特别大，还有那个秋葵，我们都种过。对。透过益菌土在校园施作。厨余土循环再利用，走出校园与地方结合。大学里的通识课来到新竹县北埔，把厨余益菌土做地方创生。今天是东吴大学PVSR 团队诚实借用工具进行厨余菌土在永续城乡的推广应用。学校结合地方与农民合作，这片原本荒废多年的柠檬园，是这群师生准备富裕耕作的田地。在柠檬树下，依据滴水线下找寻4个方向，
挖到底土层才能放进抑菌土。就是柠檬树的气根的须根，对。可是我们不光只是要这一条根，我们还要挖到底土层，我们的东吴的抑菌土，对，这里面微生物很高。这个是真的从东吴来的，就是各位丢弃，就全校丢的厨余转成的土。那我们现在来帮助这些树，这样。对对对，好，这个都是你们吃剩下的东西啦。利用厨余土里面的微生物，也就是促进植物根系生长的细菌，一来改变土壤环境，二来也能侦测抑菌土施洒是否真的有效用。抑菌土它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土壤生态系恢复健康，启动土壤的本身的一些机制，启动哦，它不是帮你延续下去，它是启动的。启动了之后，后续的管理才比较重要。你要enjoy在这个里面，就不会觉得累了。就像我们要体验一下农夫的感觉，挖到一根巨根，所以它是柠檬的，对啊，它是移过去啊，是吧？方便土丢，要不要帮忙？真的能够回收利用，然后不用只用焚烧，我觉得真的很好。台湾的剩食问题是蛮严重，那大家可能小时候厨余就是拿去喂猪，但这堂课可以让我们的剩食有更好的发挥，可以回归整个就是我们吃的东西，然后再回归土地，然后土地再孕育出我们吃的东西这样。如果我们现在在谈这个永续，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学生能够真正理解这样的东西是可以从生活上做起的？我们就从自己的校园环境里面啊，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这一门体验课，是把学生带到地方上来。其实学校里面也有很多的通识课，我们把通识课把学校的厨余怎么在去化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让在校的学生直接在学校的厨余去化的一个处理机这个过程里面去体验。从校园通识课与地方的结合，快速处理出来的厨余土效用不能口说无凭。张义堂老师和学生除了在市中的柠檬园，还有稻田采土测试做分析，也找了新竹第2代茶农合作，在这片新生的茶园上施用抑菌土，每个月来回采土，观察厨余土功效。抑菌土看起来它是，我看这个结果应该是干的会比较好啦，它湿的应该还是在给它发酵。B 区就是所谓的这个加了抑菌土下去的，那 A 区是用化学肥的，那 C 呢就是完全都没有种植东西，那当成是一个对照实验这样子，就是监控土壤的状况，然后做一些追肥的动作，也是用厨余土来追肥。这个的话就是我的菌液，然后我有做稀释，然后再涂菌去数它的菌数跟看菌相。我会从里面挑出一些细菌是它的抑制，它对真菌有抑制能力，就是它可能会盖过真菌，或者是抑制真菌的生长。然后我就可以看它这支细菌是不是有抑制真菌的效果。今年初开始就制作了稻米，还有茶园，那最近又新加了柠檬园。那就是把这个厨余土应用上去，透过添加的抑菌土里面的含有大量的微生物，再加上它具有农药跟肥料的功能，所以就导致这个让我们的这个土呢就越来越健康。那我们第一期做是从这个化学农法转成这个所谓的惯性农法，转变成这个自然的农法。那其实成果上就已经有看得出来。那其实一般在农民在转换的过程都需要3到5年的时间才会看得出比较大的成效。透过厨余抑菌土与地方结合，第一步成效是土壤环境改变，也带动地方产业发展出的稻米变成校园伴手礼，以及米做的吐司进一步带进观光人潮。针对友善耕作这件事情，其实大家的接受度也比较高。我们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这件事情。那因为其实永续这件事，如果没有年轻人的一个传承，那以及我们相关单位的一个辅导，那我想这对农民来讲算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负担。去努力的营造这样的一个环境跟这样的一个资源那提供给我们的这些农民，让永续经营这件事情可以在北埔去落实。
从实践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校园落实厨余循环再利用，也扩展到台湾各县市，为环境永续、净零碳排不再是口号，是地球人共同的使命与责任。